女孩惊恐地发现舌头上竟然凭空长出了一只眼睛，极度的恐慌让她死死捂住了嘴巴。她慌乱地从书包里翻出雪玉果，毫不犹豫地塞入口中，伴随着黏腻的咀嚼声，女孩脸上的惊慌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种极度病态的享受，仿佛只要吃下它，身上发生的所有异样就都能得到治愈。可女孩却不知道，前2天赵佳琪妈妈丢出去的血玉果刚好被一只流浪狗吃到了肚子里，不久之后她就在密林里奄奄一息，身体里竟然还长出来一棵小树。事情都是从血玉果开始，人们借由果子满足欲望，却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。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但他给出的希望是难以抗拒的甜美果实，吃下的人即将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自从知道姜文月得到了血玉果后，施丽琼内心久久不能平衡。这天中午，同学们都在吃饭时，她把王新宇叫到室外，准备用从男同学那儿知道的手帕秘密换他去偷姜文月的血玉果。为了保护闺蜜赵佳琪，她只能做出错误的选择。趁同学们都离开了教室，她偷偷翻动姜文月的课桌，想找到施丽琼要的红果子，结果被对方逮了个正着。她只能尴尬地快速逃离原地。可聪明的心机女早就知道了他们的密谋。第2天在体育课上，2个人再次做出计划。王新宇装作摔倒在地，由紧跟身后的施丽琼扶回教室。随后2个人来到姜文月书桌前一顿翻找，却没有任何发现，还不小心弄碎了她的镜子。正是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这个爱美的女孩，她恶狠狠地瞪着受伤的王新宇，然后走过去露出笑面虎的表情。我知道你又翻我的东西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老师，你等着。王新宇只能在施丽琼的威胁下做事情，却不知道姜文月才是更可怕的存在。他放学后就领略到了这个富家女的阴暗之处。姜文月印刷出无数份王新宇的照片，不仅把他偷东西的过错写在上面，还把他有个哑巴父亲的事情公之于众，甚至还带着几个男同学欺负他爸爸。你讲话，我哑吗？哑巴吗？还用到此啊？怎么张开？我是哑巴吗？用到此了。直到王新宇回来看到这一幕，他才满意的带着众人离开。不过这也彻底触碰到了王新宇的底线。他来到座位上，发现所有东西被损坏，就连桌面上也写满了侮辱的话。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，不顾赵佳琪的阻止，气冲冲地跑到教室外，拎着一桶胶水来到卫生间，直接一股脑倒在了姜文月头上。事后他只能承担起所有责任，被康教授直接在下次考试中扣除掉50分。班主任还特意把他带到办公室训斥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用功，再用功的念书。我已经很用功念书了啊，可是我读书没有什么可是，一次不会就读2次，2次不会就读3次，拼命读拼命写就对了。重点是你有没有拼尽全力。王新宇，你扪心自问，你有吗？什么困难都是借口，你就是不够用功。我每天睡不到3个小时，我剩下时间都在读书，但我就是学不会。我不知道我还要怎么样才算用功，我是笨。听到王新宇哭着说出来这些话，老师突然也如鲠在喉。他也是从高中生爬到现在的班主任位置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高3的压力和辛苦。可他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再次激励学生努力进入冲刺班。被胶水淋湿一身的姜文月并不好过，他在卫生间里不断梳着头发，可被胶水粘住的发质怎么能轻易疏通？他生气地拿着梳子砸向镜子，甚至疯了一样发起脾气。月啊月，你让妈妈进来看看好不好？放自己来！不过发泄过之后，他并没有选择面对问题，而是再次拿出来那罐血玉果，近乎痴迷地望着他们，一颗咽下去，再来一颗，瞬间所有愤怒的情绪都烟消云散。他拿着剪刀一缕缕剪断曾经挚爱的长发，甚至在脸上撕下来一条条胶水，就算是撕破了脸颊也没有任何痛苦，因为他看向镜子的时候，发现此时的自己竟然比之前更加明艳动人。然而他的反常也激活了妈妈内心深藏的恶魔。他当晚拎着足足2大袋老鼠药来到赵佳琪妈妈面前，要她跟自己出去一趟。软弱的母亲在强势的会长面前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。原来在他的威胁下，赵佳琪妈妈只能一起把老鼠药撒进王新宇爸爸经常垂钓的鱼塘里。从那天之后，姜文月就变得不正常起来，他只知道不停地做题，还经常发出癫狂的窃笑声。以前喜欢他的男生都露出了嫌弃的表情，就像在看着变态一样。他也失去了痛觉，就连血滴在卷子上也没有丝毫反应，只是稍微擦拭过后便继续攻克每一道难题。可魔怔了的施丽琼根本看不到他的不对劲，还坚持要带着王新宇抢夺血玉果。来到卫生间里的姜文月变得越来越异常，他不断地挠着脖子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将要透过皮肤长出来一样，又疼又痒。真美。就在他受到惊吓，想吃颗血玉果安抚下受惊的小心脏时，施丽琼却带着王新宇来到卫生间，准备一起抢夺手中的罐子。再长都来不及了。你现在是偷不掏交明抢吗？
当心我告诉老师扣你分数！你都这个鬼样子了，还在那边死鸭子嘴硬。再说我有那个东西，我扣多少分都不怕。给我，你放手！随后，陈俊宏来教室里找姜文月，却没有发现他的踪影，反而听到以前那些恭维他的男生现在一反常态，都在嘲笑他，立马生气的跟几个人打斗在一起。一看抢夺不到雪玉果，施丽琼再次指示王新宇加入抢夺战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慢慢靠近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姜文月就这样被狠狠丢出窗外，重重摔下3楼后，彻底停止了呼吸。赵佳琪和陈书亮也刚好看到这一幕，陈书亮安抚好赵佳琪之后，慢慢靠近跳楼的姜文月，却在他的脖子里看到诡异的一幕，一棵小树苗从他的颈部慢慢露出枝芽，跟之前张妈妈的状态一模一样。就在这时，陈俊宏赶到现场，他看着心爱的女孩成了这副惨样，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。而姜文月妈妈在听到消息后，也尖叫着冲出家门。以往这个精致体面的女人，此时也变得慌张无措。她慢慢靠近摔死的女儿，拒绝任何人靠近自己的宝贝一步。她难过的抱起来心爱的孩子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残忍的一幕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文月，她从厕所窗户掉下来，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自杀。胡说八道，月月不会自杀，他不会自杀。赵佳琪妈妈看到女人这样，也忍不住同情地上前安慰。虽然她并不喜欢女人的所作所为，但是同为母亲却懂得她此时的痛苦。妈妈回到家，用力抱住被吓坏的女儿。经过刚刚这一幕，被考试分数尘封的母爱突然苏醒过来。此时她觉得成绩什么的都不再重要，只要女儿安全健康地陪在身边就好。琪琪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不要做傻事。妈妈会保护你。而学校和警方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，只要钱到位，不怕有解决不了的事。为了学校名誉，姜文月的跳楼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。学校和警方的不良交易都被躲在暗处的陈书亮看得一清二楚。与此同时，学校成绩太差被退学的男生和妈妈高额买下另一个学生的推荐信，来到一个人烟稀少的住宅区，跟着介绍人邱安前往工厂中。这一切都被藏在暗处的男人发现，他好奇地偷偷跟过去，却发现了恐怖的一幕。只见邱安拿起铁铲，对着学生母亲头上狠狠拍过去，他立马瘫倒在地。以往在学校为虎作伥的差生却在此时吓破了胆。邱安并没有留情，而是接着一铲子结束了他的尖叫声。男人把他们带到这里究竟想做什么？这个偷窥男还能活着离开吗？